同学们好，新架一路青龙出水，接上式撇身拳。好，下式青龙出水，松右胯，当走后弧，重心左移，右拳顺缠放松下沉，同时领左手盖于右拳上方。慢动作，当走后弧，蹬左腿，撩拳对拉，松右胯，放松下沉相合，顺势穿左掌，重心还在右腿。好，再蹬左腿，小度向左拧转，迅速冲拳发力。好，正常速度看一下，撇身拳，1、2，来背后看一下，撇身拳变青龙出水。好，螺旋放松，领手相合，蹬左腿，小度左转，撩拳发力，左手合于左侧肋间，松右胯，蓄力穿掌，重心还在右腿。好，迅速小度拧转，冲拳发力。好，正常速度，撇身拳，下沉，撩拳，冲拳发力。这是我们的青龙出水。新架的青龙出水呢，它是把老架里面的动作通过简化，再通过螺旋，然后来进行一个直接能表达在我们的身法上的一个发力动作。我们可以去做一下对比啊。咱们老架的这个青龙出水，它是松完右胯，先左手盖于右手上方，双逆缠螺旋外蓬，双顺缠螺旋相合，重心左腿，然后再冲右拳，是不是？那老架里面的动作，其实如果变快了，它跟新架也很像，但是它们之间，大体的外形动作相同，细节上的劲力不同。我们看回过来新架，新架的动作该蓄力领拳还是蓄力领拳，该撩也是撩，但是它的重心转化，不一样了。我们需要先找到它的发力技巧。比方说，在第一下，这是一个撩拳，对不对？我们很多同学在发力的过程里面，尤其是撩拳做的是最不好的。我跟大家做一个错误外形啊，你看续到这儿以后，这个手撩上去以后要打一个圈再回来，为啥？劲没合住，没有找到咱小度螺旋领带的这种感觉。你看，如果我们能够正好的发出来力，走，它是一个什么感觉？它是一个手领出来以后，啪，顺势顺缠螺旋就收回来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右拳先讲稍节，撩拳的过程当中，它要紧合着哪？肩背和我们的小度。那这就是咱青龙出水的最重要的点了。我们在发青龙出水的力的时候，小度的拧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在第一次的发力，身法的撩拳动作，它的劲力合的是我们的后弧。和侧面看一下，现在重心左腿，看蹬左腿撩拳，身体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后弧螺旋，把右手领出去，对不对？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同学是不会发这样的力的，他们习惯了包括咱们也习惯了去蹬腿、去绷胯去发力，所以导致这个胯的螺旋的弧线跟右手它并不是一体的。所以这里大家注意，小度要产生一个向左的拧转。并且拧转的过程当中，不要去绷右胯，而是去想办法合左胯。在蹬腿和小度螺旋的同时，注意看，现在续到左腿了，注意看身体的转动，肚子往左蹬左腿，力量是不是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原来练习的这个那个叫什么严守拱拳的习惯性发力给它换一下。因为之所以大家聊这个拳喜欢这样去发力，抖不抖？抖，但是力量在哪？在这儿给你晃荡呢。你把力量本来要向右斜下方走力的方向，给你形成了一个当胯前后抖动的方向，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把螺旋跟力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和拳的稍节要达成方向的一致。那它的核心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肚子左螺旋，蹬左腿，同时
在左胯相合的时候，利用合胯转腰这样的方式去发力，而不是去像以前的岩手拱拳一样蹬地崩胯去发力。这是第一个动作。当然，咱聊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很多同学喜欢问说，老师这个拳的方向到底在哪？其实这些问题呢，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去给你详细的讲过，为啥要方向在这儿。今天呢，咱们这节课就跟老师们去强调一下，我们之所以右拳撩出去以后要在右膝上方，正是因为咱们腰当胯的拧转，它的这个方向和幅度和我们脚尖方向幅度这种大于等于45或者小于等于45的这个条件里面，你看你身法一拧转，蹬腿的时候，你的大螺旋弧线是不是顺着脚尖方向走？那小螺旋弧线也是顺着这个腰当再撩出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咱的手根本没有方向这一说，全都是靠什么？全都是靠拧转的这个过程来决定你烧结的方向。所以大家在练拳的时候，总喜欢去追求末节，说老师我这个手撩到哪才合适啊？撩到哪，你只要能把这个劲儿发出来，撩哪都行。但重点是啥？重点是你身法拧转的时候，如何把这个撩拳给它合住劲儿，知道了吧？所以咱们就是说，就是如果大家其实想听，咱也会讲，就是撩在右膝上方斜下方45度的方向。但是你知道这个，对于你的太极拳确实这句啊，对于你的太极拳没有什么提高，但是对于提高你的太极操非常有帮助。所以还是那句话。太极拳不应该是去了解我烧结应该放到哪才好看才漂亮的东西，而是要理解进入过程的一个详细变化啊。当然基础班跟老师们讲太深，大家可能就会迷惑啊。咱继续往后，那撩拳有了，那老师们想想，小度向左拧转的时候，咱就说了不去绷右胯，那右胯是不是也会随着这个小度的左转从而打开，对吧？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右胯一样有弹性，一样有弹性，是吧？又把咱们身体弹回来，但是这儿跟老家就不一样了。注意细节啊！撩出去以后，在收回的过程里，一松右胯，重心还在右腿，不要往左移，不要这样去走啊，不要来回去晃。在重心右腿的前提下，46重心这个地方大家记好啊，这个第一个发力，啪，46重心。再冲拳啊，这就可以了。因为很多老师我37重心，我这样走的时候转换可不灵活，重心分错了。46心架里面为啥有46这一说？因为46的重心可以更好的让你在走当胯螺旋时进行发力啊，这是一个小细节。所以在这个位置，好，撩完右拳以后，右胯一松沉，左掌顺势随着右胯的松沉，身法右转向斜前方穿掌，合于中线，右拳顺势续到腰间。再同样的去拧转咱的左肚子，啪，去拧转肚子。你想想，同学们，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像咱们上一节课跟大家讲的这个撇身拳？你看撇身拳到这儿，哐哐，也是同时两个左转，只不过它是重心左腿，这个是让你重心保持在右腿。它重复了一个什么事情？当胯在螺旋的时候，用当胯的回弹来进行力量的一个迅速的衔接转化。所以你说到底，它的技巧一旦大家摸明白了，你的小度的螺旋也摸明白了以后，剩下的就是啥？就是练习。大家你看到这块以后，你只要一想上一节课，你会发现它的规律，通过基础课的动作上，慢慢开始理解到左右螺旋时劲力的连贯，都是通过小度的螺旋同时带动当胯的开合，让当胯的弹性随着它的一个运动，发力、蓄力、发力，一个折叠一个螺旋能发2个力，这就是我们心架当中的一些规律。所以在练青龙出水的时候，它也没有什么捷径，就是日复一日啊，年复一年，蓄力相合，走，就是天天练，把肚子盘活了，把当胯盘开了，把手上的这些劲儿都领到身上就足够了。所以呢，青龙出水它似难，但也不难。其实它的重点核心和我们的规律是一样的，只需要大家一点一点把它盘到身上就可以了，好不好？